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痛。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赵英山，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您邀请到对今天新闻的热门人物，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大家好，我坐在海景第一排。好 ，OK， 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来，思刚，我们就直接先来问一下好不好？OK， 好，那今天整个到媒体上观众朋友看到了，就是讲说报告调查处有约谈，然后到北检有复讯，那是因为那整个联署的一些的问题，然后你后来是无保请回，对，那去的那个过程，在不影响到侦查公开与否的这个问题之下，他大概也是在绕着这一块就对了。我想先声明我个人没有涉及到任何的伪造文书 ，OK， 或者选罢法事件，这部分像这个在网络上传说什么涉及伪造人书啊，帮忙抄这个，我先声明没有。OK， 我今天去的不是因为伪造文书，也不是因为选罢法，因为个人没有涉及。那再来，他当初就是市调处这边有个通知单，就叫只是讲说这个就是说伪造文书相关事项，然后。那我就刚才打个电话去嘛，问他说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就说针对罢谣案有一些部分，请我来去现场厘清。OK， 那我就这个就 OK 嘛。作为一个公民，你就传这个，你当然去啊，就去嘛。对，我觉得没什么不可讲的嘛。我们这接触到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公开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就到了现场。好，那在市调处这边就待了1个小时。OK， 好，然后呢，最后呢。还是就移到北检这边，大概就半小时，我就离开，当天就是无保请回了，无保请回了。那当然，这个中间有一些部分的检察官说不能够公开，我们就不能在公众媒体上谈了哈。总之就是，我不管是未来是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想有关于我的这部分，我们第一是据理力争嘛，证明我们当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一个善意、信任的情况之下。来去协助罢团去做这个罢免的事情。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要帮忙？第一个我是国民党党员，是就是党员就有帮忙这个事情的义务。这个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好去 argue 这个事情的。那思刚既然走到这一步，那我们也看到了，讲说，因为昨天的时候是讲说那个包括同意书的那个就是提议的第一阶段提议人不是要换领先人，要有1半的同意书这些，然后结果后来被中选会打回来，被地方选委会打回来讲说因为缺了有700份，他觉得那是无效的，然后后来是差了一些，所以如果到目前来看的话，罢吴思瑶这一席，你觉得接下来走下去能够成案2阶送去到3阶，机会大吗？确实是面临到非常辛苦而且非常艰困的时刻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这2阶的联署目前在进行当中。那据我的了解，大概离这个达标这个数字呢是10分接近 ，10分接近了。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他这700多剔除被剔除，因为事实上。这个罢团也不知道他当初采认的2000多是哪2000多，因为他第一阶段是送了4000多，OK， 所以他被剔除。那剔除之后几乎就没有再补件的空间了，再补件，而且时间上也完全来不及，而且中选会没有再补件的可能性，所以你只能再回头再去找张克任，就当初原本的张克敬，当初原本的领衔人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的了解，截至录影前，好像目前都还没有跟他取得联系。那现在只剩下10天的时间，唯一的想法就只有放在这个张教授身上，请他在午夜梦回，当初你这么爽快的答应担任这领衔人，事情就做到完，好，就一个大男子汉大丈夫就一肩扛起。那中间如果任何的法律上的被刁难，或是被一些这个行政检查、被查水表等等，那我相信党部跟大家一定帮你做后盾。所以我这边呼吁张教授，就是当初你站出来，非常的义气非常义气，当然很感谢你，但希望在最后一里路还是需要你的帮忙。OK， 最起码你从思刚这看到，我们每次在节目里面都讲说，当各阵营之间摆开态势，当罢团全力希望罢掉国民党这些委员的时候，那已经有31席，最起码了，现在看到31席要进3阶，只是中选会合下来到底有多少席，到时候再看。可是对于国民党要去罢绿委的这部分，看来一路走的是颠颠簸簸，而这个颠颠簸簸，不管有人讲说中央为什么这样或怎么样，但你还是看到国民党有地方上议员像思刚，该
该站立场、该奋战的，就是该怎么样打的，就还是要照走。OK， 那只是后面，如果照刚刚那样，如果张克信张教授找不到，然后也不知道接下来是怎么样，因为思刚是今天的对那媒体上面的火线人物嘛，对不对？各位有任何问题吗？有吗？没有吗？有啦，你有吗？有什么问题？你没看我这样邱小姐有什么问题啊？我给你问架势都需要拿出来。开放3个问题，开放3个问题。对，来邱小姐来。我想要问啊，就是说因为今天那个检调的部分哦，就是媒体我们有看到，就是说最主要是根据4年前那个罢谣，就是媒体上有这样写。对，你可能是提供了这个当时罢谣的一些资讯啊哈。那当然就是说这到底有没有涉嫌违反这个个资，这个可能还要再另论。但是我看今天就是大家啦，就在讲一个指点是说。像谢依凤哈，我必须讲还是谢依凤那个例子。谢依凤的那个罢团是没有过，但是那个罢团他后来就是找了律师来做公证，然后把当时的这个罢团的这个个资啊，全部在律师的见证之下把它嘎掉，然后把它烧掉。然后另外包括光碟的部分也是把它敲掉嘛哈。那他就是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说，你们这些个资呢，我就是不会再外泄，我也不会，我就是到此任务结束。可是今天就是说，你把4年前那个罢谣的个资，你把它交给赖以任，好，那当然这个会上国民党当时就是打电话给那个台南市党部就说你10天给我交出来，但是我不管用你什么方法。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把这个个资现在交给了赖以任，给这些罢团，那会不会让当时就是把个资交给你的这些人会对你产生一些质疑，就说，我是4年前你4年后怎么可以把我的东西交出去呢？对，这个部分呢，我想第一个啦，就是我们在选举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名单 ，OK， 就很多名单，比如说什么某某客家会提供给我，或者提供给这个候选人去做运用。第一个，你自己去争取支持，好，不管是这个拜访也好，电话也罢，就争取支持。然后呢，但是没有叫你去做其他的，尤其没有不合理的运用，OK， 不合理跟不合法的运用这个部分。那再来，我们在4年前的部分是没有成案，是没有成案。那有时候为什么那时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后来停住了。那停住之后呢，因为当时的罢团好像没有一个办公处所，那我就帮大家的忙，就存在我这嘛。但4年来，我们这边都没有利用这个资料去做任何的运用、重置或是公开。OK， 这部分我们都保留得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是，那赖以任他们就需要协助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之前有这样的一些人，当时对罢谣是很有意见的，而且参与了，那你是不是可以从里面再去争取支持？我觉得这部分就是当初有这样的一个过程。OK，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开放一个，我再开放一个问题，而且不要涉及到那个案件的内容一些部分，因为免得对思刚来讲会不好，好不好？来，真的啊，那我本来想要直接你干嘛检察官说不是啦，我今天看到可以回答就回答。我今天看到新闻，其实我很讶异，因为不管在罢免、罢蓝委、罢绿委，议员其实都会是那个被赋予重任的那个的那个角色，所以我看到思刚被列为被告，其实我有一点讶异，原因是因为我相信思刚应该不会是去做那个实际操作的那个人，所以那个名单。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4年前罢吴思瑶那个名单，你交给了赖以任，那赖以任怎么去做运用就不晓得。但是我比较讶异的是说，思刚之所以会在里面涉入，一定是有人讲出他的名字，所以他才会被检察官或者是调查局去约谈嘛。那我不晓得，就是说，思刚会不会觉得真的是咱嘛是公亲变属住的心情，真的是有点委屈。你可以回答有没有那个心情的感受是公亲变属住？多多少有一点，但是 anyway 就是说这个事情，因为是当初这个样子的一个协助他们，也是在一个不公开的情况下，OK。那我这些资料我也知道，你就不能去公开这样使用，你可以就像是我们一般拿到很多的这些各行各业什么各式各样名册，我们去争取支持一样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在法院上面，我们都可以还有争辩的空间，当然还有争辩的空间，就像我举个例子嘛，我送你一把刀，请你去切菜，但不能去砍人嘛。你去砍人，你不能说这个送刀的人错了。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在这个部分，那我们就会在法庭上面据理力争。OK，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干脆就从罢谣这一块直接往下走，因为第三是因为你看到嘛，罢吴4期4，然后包括李孝良这些，今天又再一次被约谈，是，而且可能不单是因为他们大概4月份的时候，4月还5月那时候已经有被
约谈过嘛？约谈过，对吧？但是这一次一样，包括约谈可能要到调查局，然后包括到北检，然后要复讯这些，而所有这些过程会让大家觉得说是案情又有其他的发展吗？我觉得已经约到那个张思刚表示案情已经快要结束了啊，因为思刚的所谓，我要帮思刚澄清。它不是伪造文书，因为现在检调侦办是2个罪名嘛，一个叫做伪造文书，另外一个叫做那个个资法的一个保护嘛。那张思刚兄是因为个资法，而个资法叫做告诉乃论所以他即使现在是被告，他现在无保请为表示他涉案不深尤其在伪造文书这一块，因为检调办案的重点是伪造文书。那个资法叫告诉乃论，如果这些个资这个他提供给所谓的赖任也好，或者召集人也好，所以霸团也好的这些个资，如果里面的人没有意见，其实他被所谓的接下来会被起诉的可能性很低，所以他无保请为嘛。所以另外要肯定叫做张思刚叫勇于面对上一个无保请为的是谁？叫张克技，现在躲起来嘛。所以我说霸团要颁给四叉猫共在党国的那个奖状，应该颁给张思刚为什么？因为今天林涛说了，张思刚是因为帮忙做联署太认真，所以才被检调这样对付嘛。其实不是。今天林涛说了，张思刚是因为帮忙做联署太认真，所以才被检调这样对付嘛。其实不是，因为思刚现在做2阶段联署的名单都还没有送到中选会，现在检调侦办的名单都是1阶段提案人的相关的这些名单嘛，所以这些名单到底有没有上一次罢谣的一个名单在里面？那为什么上一次罢谣的名单检调会被掌握到？是谁跟检调讲？是有上一次是张思刚提供的罢谣的名单是谁讲的？绝对不会张思刚自己去讲的所以这个讲出来的人要对张思刚负责，人家已经帮你很多了，结果人家帮你不是叫你去抄不是叫你去伪造文书结果你去抄伪造文书之后，然后说张思刚提供的名单，你这样对得起人家吗？我觉得这是人情义理，跟法律无关。所以到底是谁去做这些伪造文书的工作嘛？而伪造文书的工作第一次已经跟你讲，你伪造文书了，有3成的不合格。你们送件的时候，第1阶段第一次送3成多的不合格，你第2次提这个不同意书，还有700人。我说真的，你们叫做按照比例，700人也是3成。第1次阶段送的时候也是3成，也就是说，你对于母体，你们当初送出了4000份，你完全没有做检查的工作，到底哪些是有效的名单，哪一些是无效的名单？你根据这个母体再去要求人家回寄回来的送出去的这个同意书，一定也会有3成的不合格率嘛？这个叫统计学，赖任听清楚，你统计学不好，我跟你讲的就是统计学，所以你当初送件应该送多少份？要送2800份，最少送到这样，你才会合格嘛。所以你2400份你就送出去了，你还不是自己送出去？你召集人还说是有党工有支持者，很着急的送出去。到底谁应该着急不是召集人应该着急吗？结果你是说有人送出去，你自己都在回避你的法律责任嘛？我觉得思刚兄要跟你讲说，学一次乖，人家怎么样保护各自的虽然你中间的过程你都没有动他，但是公民罢团是怎么保护联署人的各自？刚才巧玉有讲过，这个是罢免谢依凤罢团。他们2阶段，他们没送因为没有达标，他们承认败选了。那一天记者会的时候，他们还全体鞠躬，对不起所有2阶段的联署人，我们努力不够。人家努力不够，没有送出去，人家怎么去保护所有每一个人联署的联署书？所有联署书在律师的见证中集中起来，缴税机焚毁，全部烧掉。连硬碟，因为资料有些要用所谓的硬碟去处理，硬碟也这样敲碎掉。这个就是公民团体的精神我觉得我们从公民团体处理这一次的罢免联署案，我不只是国民党应该学习，民进党未来在处理所有的各自，所有政治人物在处理各自的时候，
都应该学习公民团体的精神。人家如何保护个资？因为他们是公民，他们知道公民的个资不能被滥用。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党国民党是怎么做？我们看到我们的户政事务所，尤其基隆市的户政事务所、南投的户政事务所，他们怎么样滥用我们的个资？未来个资的保护绝对是所有公民最重视的一块，而最重视的这块，我们应该学习公民团体的精神。OK， 当然你说到底为什么会知道有这样的一份的资料？是检调去比对资料，还是有人提出来像这样的一些的内容，或谁提供的资料？这个到最后大家都知道，反正看起诉书啦，看后续，那大家大概都会知道相关的一些内容。可是我刚刚讲，现在打到现在，思刚还有一个问题是。当那个700份被说成无效的时候，你看到这则，因为是昨天出来的新闻嘛，当你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们一样啊？怎么会有无效？因为不是应该讲说送出去的时候，感觉还蛮胸有成竹的，应该那个可以换领衔人，然后接下来所以还在继续联署。当你听到那个700份无效的时候，有没有吓一跳？确实有一点，真的、哦，确实有，因为我们是负责前端收联署 ，OK， 那我们并没有负后面的作业等等，我们并没有参与的，因为我们是帮这个收联署都已经来不及了 ，OK， 所以在不管是第一阶段或是在进行中第二阶段也好，那我们的角色就是来帮忙把这联署书收到最多，然后这个最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后面的一些包括过誉回邮计划，其实我也没敢被他们罢摇团体可以想出这么样一个很有创意而且很高度实验性的一个做法，因为过去也没有人做过，所以在这部分就说他寄出来的这些份数，他最后还是有700多，那我觉得还是有点气馁，还是有点气馁。好，那再来就是他当初他第一阶段有补件，他总共第一阶段是补了交出了4000多，对。前后都各2000多，那中选会是裁定拿2000多作为他一阶段过关的这些数字，这个部分他不知道，对，罢团并不知道 ，OK， 好，罢团并不知道，所以他也只能尽可能的从这些数字里面，从当初募集来的数字里面去记回函，那最后就没有，还是有700多，那确实是很不容易跨过这个事情。OK， 小雨，我刚才讲说，像思刚今天面临这个状况。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里讲，国民党为什么会放手让几个年轻人去主导？如果以罢制罢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反制，罢团要罢国民党委员这么重要的一个政策，怎么会放手让几个年轻人去做这些？而且你看到像吴佩仪那一席那个地方，议员到底在里面，大家真的多认真要？我讲国民党要想到，好歹还有人在打仗。还有张思刚在打仗，要不然的话，很多国民党的支持者是对31如果比0或比什么是很不满的。那现在看起来，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地方真的大家能够同心同德一致的，对，以罢制罢，我们就是要把你罢掉几个才可以。看起来没有啊，现在大家应该是各自里条恰牙们虽然够细没有，现在变成是这个样啊。罢双吴啦哈，两区有两区的问题啊。那就是说罢吴佩益的那一区，其实我们分析过很多次，就一开始它就是战略错误嘛。比如说当你还没有开始罢的时候，你就讲说我们是要找钟佩君来补选这一席。那你当时你这样讲的话，那3个议员谁要动啊？对不对？即便像我们的小平哥一级爆破式，就说我多认真我拜访了1、2万户，我去爬楼梯。对，那他说他收了1000份了哈，那到时候要看他是不是真的交出1000份出来。那所以就说你当时最后是党主席下了 KPI， 所以看起来大家才有稍微动一点。所以就是吴佩益那一区最大的问题是，我就当时你一开始就拉了这个钟佩君进来这一局的时候，那你当然下面的议员就不会动了哈。那你说这个吴思瑶这一区的问题，我认为啦，主要的问题今天有一篇啦是专门讲说最主要会失败的理由，他认为还是赖以任啦哈。那赖以任的这个人，我就是说大家对他的印象就觉得他蛮会说谎。好，那譬如说今天他说了什么谎？好，譬如说了哈，就我的了解啦哈，就是说那个记者写的报道跟我大概认知的差不多，就是说一开始党中央就有点被他骗哈，他就跟党中央讲说我们这个很有信心不管是归于回流的部分或者是说罢吴佩益这边就问他大概你可以有掌握到几席，他说我破万没问题。事实上然后他也讲说这议员大家都交多就交多少。可是刚讲也是。好像那个联署的份数还不错，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也是被骗的那个。我们自己，比如说自己一阶联署，那一阶联署的时候，那后来要补件嘛，要补件，那我们就服务处这边就有联署。当时
我的印象是我们在联署了大概400-500件给他们 ，OK，400多件。OK， 那现在2阶联署的话，包括我们自己在外面一张一张这样联署来的，现在大概也是破了4000件以上。OK， 就也破4000件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以我这边作业来说，我就是一张一张这样。小雨有没有听到？没有，对啊，他你讲的是，对，你讲的是后续的部分。那我是说先前的部分，就是说党中央在问他们的时候，就我的了解是说，当时可能就还。赖以任手上只有8000，可是他已经跟党中央报说我已经破万，那破万之后他就觉得非常有信心，所以后来国民党中央就派了像什么青年部啦、组织部、社就全部都下去帮忙，所以才会有讲到是说什么连黄复兴的什么前退役少将都去帮忙，那就大家就听到你在胡乱嘛，那譬如说他这几天也是人家问他就讲说我们这个 A 问他就说我们差3000，B 问他说我们差5000，就跟你讲说我们都快成了。那事实上你手上有那么多吗？所以其实为什么那个连小平哥都质疑他说，小平哥是质疑他那个鲑鱼回流是胡乱啦，同意书那一块，对，他是胡乱，所以就是大家会对于赖以任你这个跟大家信誓旦旦的去保证说我们这个没有问题这件事情。这第一个是他，我觉得是他说谎的几率是蛮高的啦，哈。那还有包括他有，我先问一下，其实中间他刚才为什么要请教思刚那个700份？思刚会被压，因为思刚是在中间过程，在这士林北投这区有在实际帮忙的一员。因为好，那有2个问题啊，当然第一个就是中选会应不应该让他们补件，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义善刚才算的那个数字，大家应该都会这样算吧？就是我如果要是告诉我说同意书要2100份，我不会真的板凳钉钉的我就送2100份吧？就像霸团为什么联署书都要送到130、140？对，因为我觉得你会被踢掉一些。对，所以为什么他只送个2300多？我印象中2390。对，为什么要送个2400？为什么不干脆送个2800、3000？那就最起码可以大声的说，我一定过，我让你删没关系。为什么？2个点吧。第一，这坦白讲，他大概也知道这都用抄的嘛，要不然他今天也不会变被告啊。没有啊，我讲的已经是那个同意书喽，就是要换领衔人的同意书。对，那你前面这些这怎么可能还用抄的？不可能。前面有没有可能这些都是？要不然他如果是前面有可能就是用抄的啊，不然你就记挂号啊，就4000都记。对。第一个，你没有记挂号，这是大家质疑的地方嘛？因为你凭信等于说要再回来的这几率又，我们当时讲就是说你时间很紧迫，然后呢你又要很准确，你就应该记挂号，而且重点是四叉猫要帮你出钱，人家都要帮你出钱了，那你为什么你不记挂号，你反而去记这个凭信？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说你寄回去是不是还会有一些人会爆发说，我根本就没有连1阶我都没有签，你怎么会寄给我？就是会担心会有这样的事情嘛，要不然他们今天也不会在2度约谈啦。那我今天听那个司法记者在讲说，如果今天也在2度约谈的话，看起来这个案子并不复杂，就是司法记者他们研判说，有可能到下个礼拜也许就起诉了，对，因为这个案子不是很复杂的案子。那再回过头来啦，就我了解，就是说，就是他赖以任，他除了就是说这个不是那么老实之外啦，再来就是说他有一些大头症，那很多人也会质疑他说，你根本就是为了这些，你是为了自己的意愿啊，为了他前几天还去帮林佩祥站台，对啊，曾几何时他在基隆喊吴思瑶，你敢不敢像林佩祥一样面对所有的民众？不然，曾几何时，他也可以帮林佩祥站台，但我没有。对啊，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可以啊。除了我要讲士林北投国民党的议员，除了现场的施刚大家知道之外，其他是谁？你不知道。但你一定知道赖以任啊。赖以任现在是全国知名度，还有李教练，对不对？所以他去帮林佩祥反罢免，刚刚好啊。我要讲士林北投国民党的议员，除了现场的施刚大家知道之外，其他是谁？你不知道。但你一定知道赖以任啊。赖以任现在是全国知名度，还有李教练，对不对？所以他去帮林佩祥反罢免，刚刚好
好啊。你看其他的15个，你会知道谁领衔人是谁吗？你会知道何欣纯、蔡其昌的领衔人是谁？你会知道什么陈俊宇的领衔人都不晓得啊。但是独独你就会知道说这双5的领衔人是谁。他们的领衔人这个，而且赖以任还不是领衔人哎，对，赖以任他只是一个召集人，完全不用负责任的，完全不用负责任的。所以我觉得他厉害。好了，最后就是我今天听到的是说了，包括就是他们找的那个里长詹嘉文啦，就我了解，他不是赖以任，他就说赖以任没办法跟他接触，因为他们都有案在身嘛，所以检察官也说这个赖以任你不能跟詹嘉文，因为詹嘉文我记得他是证人啦，当时那个案子是证人嘛，哈。那总而言之，就我知道国民党有找他，就是劝他希望能够接那个。他后来不是答应了吗？就是被捕嘛，他答应了。我要说的是，他不是赖以任，因为赖以任不可跟他接触，他是国民党。就我了解是国民党找他，但是我知道是詹嘉文有跟国民党开一个条件，就是说他可以答应当被捕，但是他不要跟赖以任合作。对，所以你就知道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就知道，连里面的人都对赖以任充满了不信任，这一局我觉得要玩下去很难啊。OK，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讯息，是不是都会影响到国民党在这些地方要去以霸制霸，所有的联署会产生的问题？那当然，消息的正确性，包括赖以任他们都可以提出自己的一些的看法啦，或这些。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苏北，走到现在，显然我就讲，因为两边包括霸团要霸国民党，跟国民党现在要光这2席。这是完全天差地别的一些的结果。对啊，状况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这霸团霸蓝委的部分，一阶一阶的联署，从第1阶到第2阶，一张一张的联署，然后这个创意无限。但国民党是什么？从抄联署书开始，就一直一个一个被抓，现在连抓到协助的议员都要被列为被告，我觉得这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压抑。不过我觉得该出来负责的是谁啊？下令以霸制霸的人啊！我觉得罢免吴沛憶、罢免吴思瑶，我先不要讲说，哎，因为我是绿营，所以我一定帮吴思瑶、吴沛憶讲话。我觉得你们自己去联署的时候，你们一定有感受到这个整个社会的氛围，包含年轻人的氛围，其实不站在国民党那边嘛。所以当国民党去联署的时候，如果你又施出，你看第一个是。这个朱立伦主席说要以霸制霸，接下来黄旅锦如出来讲什么？讲说我现在推出来要罢免吴思瑶跟吴沛憶的人，就是未来要选地方议员的人，对不对？这都是国民党自己想的啊。再来，刚刚明玉姐讲说要叫这个钟佩君去中正万华这个备位，要选补选，对不对？士林北投不是也一样啊？士林北投当时推出来是谁？是黄敬莹哎，对不对？说蓝白要推黄敬莹，那当时我们在节目上说，你把张思刚放在哪里，对不对？张思刚选举的时候也没有选得不好啊，突然大家都帮你抱不平哎，大家，但我跟你讲，不是因为你今天在他才这样，他那时候在节目上我们都这样讲，我们都这样讲，因为这个不合逻辑嘛，就是说你努力的，如果你真的在政治在对罢免吴思瑶、吴沛憶都是站得住脚，你当然是提名自己的人，你觉得自己的人比吴思瑶、吴沛憶更好嘛？你怎么会去提一个黄敬莹出来？所以一定是在政治上做结盟，所以难怪就是会有失败嘛。你说思刚也许在第1阶段其实就已经大施无功的在帮忙，但其他国民党的议员呢？人家为什么要挺你？啊，北都是议员，黄敬莹你有看搞吗？为什么我要挺你？对不对？一阶我就不帮你啊！我不帮你的状况底下，你怎么做？你又师出无名，又没有议员帮忙，你就只能抄嘛。所以思刚我都不懂，就是思刚不应该千不该万不该的，就是不该把名单交给赖以任嘛。因为那些名单是当时大家信任你张思刚联署起来放在你张思刚那里的，但你张思刚怎么可以因为现在赖以任发起要联署的时候，就把名单交给了赖以任呢？那没有想到赖以任更过分。居然这么不讲道义，直接就把张思刚的名字讲出来，所以导致张思刚你怎么知道是他讲的？除了他，我应该也没有想到是你推论啊？我觉得应该就是他吧，对不对？要等看最后的指数。很简单，因为不然谁讲的？不然谁讲的？因为召集人也招不起啊，而且你看那个领先人跑不见了。张克敬他是领衔人，对不对？他是吴保然后吴保他之后就跑掉，他不敢再当领衔人了嘛，所以没有人在这一局里面，唯一在这一局一直还没有退的就是赖以任啊，而赖以任也是在这个案子里面的被告啊，所以除了赖以任把张思刚供出来，我实在想不出来是其他人嘛，对不对？而且最好笑的是什么？如果张思刚有提供名单，然后被供出来，所以他现在变被告，我要问一下思刚，你会不会觉得很心酸？你们国民党没有其他人提供名单哦？
你们国民党其他议员都没有提供名单吗？只有张思刚一个人有提供名单，然后被供出来吗？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哎。等，舒培刚讲这个思刚，但有一个问题是啊，当时媒体上传说是不是学姐王金莹如果要是有补选的话，可能会不会王金莹会有机会？然后最近你看到蓝白合那已经合到，就是大家都知道，反正国民党的立委可以哭倒在黄国昌的怀里，然后连朱一伦都直接媒体上看得出来，朱一伦是直接讲，就是蓝白合。包括2026、2028，那更不要讲现在大罢免。那在这个情形之下，你还愿意这么无怨无悔的下去帮忙做这个吗？因为可能到最后是为他人作嫁哦。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头洗下去就继续做下去吧，因为坦白讲就是，当时啦，因为我跟赖也是因为这个罢免才认识，我之前跟他是不认识 ，OK， 不认识。那我觉得既然有人愿意去推动这件事情，那以这样我们立场当然是能协助多协助嘛，不管是除了这个一些能够让他去扣客的，寻求支持的，那都让他自己去进行嘛。那至于别人有没有，我不知道，坦白说我不知道。也许有，或是他什么样的情况也有提供他，请他去广为支持的。那过去在选举的时候，也常常发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过去这些事情啊，因为我这样的事情，然后被扯上整个官司等等啊，我都认，我都认，也不会去 argue 什么事情。反正这个事情来了，你不会像刚苏培讲的，就为什么只有我们这样？你们大家真的也有这么认真下去打这一仗吗？那感觉上我伤痕累累，你们都没人理。如果每天去思考这个，我就日子很难过嘛，我就基本上我日子过不下去嘛。有啦，我知道汪志斌有教，林杏儿也有教，汪志斌他们好像有在，是刚刚有讲过，汪志斌他好像也有在市场什么要去联那是二阶的部分，这是二阶。现在我们讲提供名单是一阶，所以那是一阶要让赖以任去扣客，但赖以任扣客没有扣，把他拿去抄，结果呢被抓了之后变被告之后，就把提供名单给他扣客的人提供出来。当然张思刚自己提供名单给人家扣客是不对的啦，因为那个就是个资啊，那个就是个资啊，不然你现在就不会变被告啊，对不对？那这个部分就到底会不会侵害到个人个资？那我觉得在法院上我们大家再来争论，我们在法院上再来争论，因为法官也许检察官有他的观点，我们的律师我们今天在庭上也提出不同的观点，但这个不能在这边讲 ，OK， 不能在这边讲，好，所以这部分就是在法院上见真章啊，看彼此要拿什么有利的立场，然后来去为自己来去做争取啊。那我觉得既然这个事情说当初啊，然后我们就党籍议员嘛，我们就是应该把这个事情就办好啊。至于谁去愿意出来去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刚开始也不知道赖是没有签过来4个月啊，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纯粹就是年轻人有这热情，我们当然就支持嘛，也不会去想这么多其他的事情。是刚4个字形容，走到今天这一步，你还是无怨无悔吗？无怨无悔啊，无怨无悔。那对于中央在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真的助力跟协助不够？我觉得啦，就是我也不是帮国民党讲话啦。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的情况就是贝多利分，能做的事情、能帮的忙真的不多。OK， 他最后这个阶段，你说中央？对，中央，他做的这个阶段也只能就找一些志工等等到我们的这些服务处或联署点上去帮忙。那你说他像要钱，他也没什么钱。OK， 要钱也没什么钱，那人力也非常的单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你再去埋怨党中央，我觉得也于事无补。好，那如果这样，杨敏来，我们就直接看第一个，思高不埋怨党中央，但在整件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党中央要不要负最大的一些的责任？另外，刚才对了，苏培个人推论，他觉得应该是谁把思高的名字讲出来或什么。可是这些东西再怎么说，起诉书出来以后，大家总会知道这侦办的过程到底会是怎么样吧？而这整个过程一路到了现在，你看到只要这样。对于林涛来讲，林涛直接讲，因为思刚昨天有去北检去按铃去告发监察院那个就是车带狗狗啊什么这些嘛，滥用公务车。OK， 好，林涛就直接出来把这些跟司法迫害全部都结在一起，然后讲说，你看昨天去按了，今天就变成这个样，然后包括那过程当中为什么国民党的人就会面临到不同的一些双标，显然把这个林涛把这个也把它跟所谓的司法追杀跟双标摆在一起。这个叫政治语言啦，因为刚刚思刚也讲，他是有先收到就是通知书啦，对，只是说他不知道他去干嘛而已。OK， 那所以也就是说，不是他在昨天去
做北检告发的动作之前，他就知道今天他要去调查局市调站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施刚是这样的话，那昨天这个事情就不能跟今天连结。但是昨天事情可以跟什么连结？可以跟他转被告连结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要被通知，不代表他会变被告啊。当然。但是他今天你注意哦，刚刚施刚讲了一个很关键的，他说市调站说那还是要麻烦你去北检复训。也就是说，市调站早就知道你要去了。当然，就不管今天你讲什么，你就是得去一趟。好，那就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铺排好的，你就是得去北检一趟。这我的揣测 ，OK， 这我的揣测。所以我说，对国民党来讲，不要连结昨天跟今天是因为这样子，而是说那是时间序不要这样连结，不是因为今天才被传的 ，OK， 是因为最多只能讲到，因为昨天你看马上变被告，就告人变被告。我说最多只能连接到这样，就政治攻防来讲哦。那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刚刚讲到一个个资保护的问题，其实是我们选罢法现在里面的大漏洞。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刚刚讲到一个个资保护的问题，其实是我们选罢法现在里面的大漏洞。罢免团体任何人都可以成立啊，任何人都可以发动啊。然后我问一个问题，去年基隆的那些个资人，基隆罢免谢国良当，请问那些个资人，在哪里？在谁手上？不知道有没有销毁？有没有公开？有没有像刚刚讲谢依凤那边找律师公证？没有消息吧？好，所以我说刚刚其实施刚这个案子凸显出一个很重要议题，我们的选罢法里面居然没有对这个罢团收集个资去做要求规范，比如说你应该要全部，要么就交给地方选委会去统一销毁嘛，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你就不管你成功不成功，你今天假设你发起了，你只要进入到第一段，你有送到选委会，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机制？我觉得这个是凸显出法律漏洞的问题。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到起诉的后续我同意刚刚小玉讲的，很快很快就会起诉了。为什么？台南是这一波的最早第一个，而且呢已经起诉了。对，他从3月20号搜索台南市党部，然后呢把人带回去，然后到起诉5月8号，大概48天我们就算50天，好50天。那台北市是4月15号先找这个什么四骑士啊，什么这些人然后呢找一些周边，然后台北市党部是4月17号被搜索，往后算50天，就是6月初，差不多了，现在已经5月底了，往后算50天，大概就是6月初。OK， 所以我想施刚他们这一波应该是最后他们有一些林总花花絮絮的东西要把它巩固住，然后可能最后在起诉书里面带一笔这样子。那所以我想到时候起诉出来比如说黄旅他现在还在收押的状况下，那到底他比如说他的案情是什么？他有没有像台南是什么？是到底是中央有没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组织部的干部什么传讯息或打电话叫黄旅怎么样？然后黄旅呢有没有交办？就是这些东西，到时候起诉书里面都会交代的啦。所以我们到时候去看起诉书里面有没有那个2块3块，还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还是在台北的行情比较贵一点？到时候我们就看看到底起诉的内容，他们这些被告的罪名，或者说包括像施刚，搞不好他最后是不起诉也不一定啊，或者说是缓起诉都有可能嘛。那我想到时候我们看这个起诉书会比较明确，只是说我觉得就这个司法案件来讲，基本上台北的罢免已经宣告死刑了啦。你说这2区对台北的罢双吴已经宣告死刑了啦。如果最后用组织犯罪或什么东西在处理的时候，会不会到时候朱立伦主席会缺席交接典礼？民众党已经发生啦，不是吗？民众党前任党主席是没有办法参与新任党主席的就职典礼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那是问号啦，这是一个问号。但是我说对国民党来讲，现阶段包括他们自己开的战场都处理不好，更何况别人开的战场要防守，可能也守不住。好，杨明刚直接讲说罢双吴对国民党来讲的话，罢双吴应该是已经没有机会了。杨明，我再问一下，所以是假设啦，那罢蓝委是确定是31的话，所以你的意思不只是双吴，国民党应该就是挂零了。目前看起来应该没有别的啦，就是挂零嘛。如果连双吴都没有的话，因为你要知道那个原住民什么原住民的那个领先人也被收押当中，对啊 ，OK， 所以如果讲小玉，双吴这个战场是不是死了？对啊 ，OK， 会不会挂零？挂零啊，挂零。施刚，你方便回答这个问题吗？因为你是国民党，不方便，你不方便。那我们还是要等到最后一天。你们两位，因为都是政党的代表，那问你一定会比较保守，问你一定会比较积极，所以你们2位不问。好，一战，
那双吴这个战场是不是挂掉了？挂掉了啦。那最后会不会31比几？我只要比较关心张思刚，你现在联署的名单要记得销毁，不要再给赖一任了啊！我们已经交出部分给他了。OK， 所以到最后你觉得最后是31比0吗？一战？31比0，31比0。来，伟航是双吴战区是不是挂掉了？哎，没有戏唱，没有戏唱，最后31比几？31比0应该是非常确定的事情。那伟航我要问的就是，它不是单纯数字的问题。对。有时候打仗讲的是气势的问题，是，所以为什么从古至今你看到也有那种，就算人再少，他可以整个扭转情势的打法有，可是这个势一路这样打下去，挂一个31比0，对国民党的支持者看到会是什么样一个心情跟感受？对于现在好吧是0吧，那就回头守自己这31席吧。整个气势打到这个样子，再加上现在我们不要讲，等一下还要聊到3不5时，这个地方给你蹦一个射，那个地方给你蹦个射，那对国民党来讲，这是整体气势的问题。那这样往下怎么打？好，这个我们刚才才讲到朱立伦呢，我们为什么要讲到朱立伦？他是党主席嘛。可是这几天朱立伦，请问到底他负责了什么？比如思刚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出来讲话谁是林涛？不对，你朱立伦不应该出来讲吗？再怎么样，思刚也是曾经是立委候选人级嘛，现在也是市议员嘛。他现在有一些司法的纠纷啊、问题等等的，你主席要表达一个党力挺啊，绝对相信啊，不是交给林涛去讲。好，所以说就牵涉到群龙无首的状况没有改变。那大家只能做好什么呢？大家顾自己，这不就最简单吗？党可能到9月顾不了你了。对，到9月新主席出来前形同虚设。就算不是虚设，也可能被抓到变虚设。好，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大家要顾好自己，那就是累积自己的政治资本嘛。这样子思刚他现在的确有一些司法上的困扰，可是从这边就可以去反思。徐小新之前说，出来搞罢免，那损阴德、损公德啊。不对，思刚有积到他的功德他有到帮忙扛嘛，他扛了多少拖？我们都在讲说，今天大概是思刚最近旁边坐的人不会帮他出包的因为是小玉不会出包。你刚刚讲到对，等一下还要问思刚对，等一下这个做法。他扛了多少摊？对，所以国民党的支持者会看着他会看到思刚有扛了多少摊嘛，其他人陆陆续续花谢了，就是只有思刚扛下来。像刚才思刚有说到他至少有交个几千份出去主席说5000思刚有交了4000多，已经快要达标了。但是我有知道有党籍民代，他听到赖以任说1万，说他想我只交几百100，为什么会那边会有1万？他脑子就会想说，等一下，这个局还要跟吗？会不会跟到下面？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赖以任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信任？值不值得我一直去输出去支持他？那我是不是做好我要做的？比如说我在市场上，人家有看到，真的有在跑啦，真的有在收啦，他很低调的做，但我把戏走完，这一局我不会有受到什么伤，至少现在还没有去地检署一趟，就这样子，至少大家就是把这个自己的阵地顾好嘛。可是马上碰到一个问题，这是罢立委的区域，但罢蓝委的区域呢，你的党籍的这些人怎么指挥？去协助防守，我就先跳到民进党去讲一下。其实民进党也会问这个问题就是有些议员会问那个要罢蓝委，我们怎么帮？看板吗？车子吗？要不要协调？党中央下来协调，不然是我们去跟罢蓝协调。可是他们都不会选举啊。我跟他们讲很多，比如说车子。不只是我有宣传车，我有朋友他宣传车选举时候会借我，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帮你协调，我借给罢团，我有一些看板，看大家要不要合挂。罢团现在其实因为是素人真的是素人，他一头雾水。好，民进党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看能不能协调一下不只是要补选的市议员嘛县议员其他那些大家有资源都可以贡献。民进党有意识到要做这些事情，国民党党中央如果做不到因为据我所知，他们好像只有去借，就像上周明显讲8月2号之前的凯达格兰造势的那种大的这种党中央去做，可是地方呢讲到诸侯的问题，比如蒋万安他们去协调，市议员协调，戴期清市议员协调一下，你要出什么，你要出什么。就我现在认知，还是蛮多人会站在好像事不关我，我低调一点，不要沾到我，或者是我太积极，会不会被当成说被罢掉之后补选是我？因为你太冲的话，人家也会觉得说你这么冲是不是就是要让自己的看板大一点？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即便国民党还是有些人有政治能量，连
这个所谓直辖市的首长，重灾区因为几乎都被罢嘛。重灾区的这些首长也都没有真正出面出来说，我现在主持只是办记者会。我听到他们在抱怨，你不要只是办记者会，因为记者会是大家来了拍个照，哈哈就走了。之后这些人都没有在地方跑。讲一个现实的了，被罢免人他会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会听到有些议员说出去他都没有在帮你讲话，他会听到有议员就是在地方跑嘛，那我问他才讲啊，他讲可以就是要提出来投不同意。议员没有在基层主动宣传不同意罢免，那你去问民进党的议员有没有在地方要宣传同意罢免，一定都有嘛，大家要出来投同意罢免，这就是最大的落差。不过现在看起来，那就直接请教一下思刚跟苏培，我们就拿刚刚讲整个从气势一路走到这次的都会区都是重灾区嘛，对国民党来讲，好，尤其像台北，那媒体上面有报道讲说，像台北来讲的话，尤其像譬如说3位女性的委员这几区。反而会现在看起来是最危险一些。我不知道苏培你自己在这些地方跑的那个感受，它确实是这样吗？对国民党来讲的话，你看得出来，在未来包括2阶要到3阶中间过程，罢团一直担心会有所谓的冷却期啦，或者什么这些。对国民党来讲，尤其在台北那这几位委员能够有办法能够翻得了这些逆势吗？我先讲冷却期这件事情，冷却期会不会冷？全看国民党，因为包含像这个思刚之前跟这个林佩祥同台，林佩祥讲出那个什么边缘人啦，还有讲出什么罢团什么这个是罢什么亲中立委这种蔑视公民权利这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在增添柴火。那这样前几天叶元之跟这个青蓝名嘴的直播讲出什么低端人口这一件事情，其实也是在增添柴火。所以冷却期能不能冷，其实都看国民党的这一些立法委员，比如说像徐巧芯，大家现在想到徐巧芯，只想到指头啊，食指旁边那一根指头，你知道吗？那当你帮徐巧芯讲话的时候，人家就讲说，好啊，那徐巧芯比中指，你叫我怎么教小孩嘛？像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就会影响到议员敢不敢积极的出来护航自家政党嘛？不止我讲啊，像之前昨天这个费鸿泰委员不是被记者拍到，问说你要不要支持徐巧芯啊？他说什么？他说今天天气很好，没有一样对，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如果连你自己同党的同志都不愿意出来挺你的时候，你当然被罢免的几率就会被越来越高嘛。但我要讲的是说，在这一个选举里面，其实就如刚刚大家所说的，朱立伦难道真的不用出来负责吗？我刚刚想到说，这个明玉姐刚刚在分享那个赖以任的那个专访，就是有人专访不是专访啦，就是这个专文在讨论说赖以任就是太大头啊，怎样，这个之所以罢免吴思瑶罢不掉啊，全部都是赖以任这个错。我就在想说，这个文是谁放的？你觉得是要转移焦点？当然不是啊，这就是在切割啊，这就是要把罢免吴思瑶之所以不成功，全部都推给赖以任嘛，就是要做这个切割嘛。可我觉得这也太过分了吧？真的是赖以任一个人的错吗？你们从战略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问题吗？在我们推更远之前讲。去年2月1号，立委上任，让傅昆萁当国民党总召，让国民党整个上了失速列车。毁宪乱政，然后扩权，然后做一些删预算删的乱七八糟。现在连蒋万安都要去提这个诉讼，行政诉讼，我都不知道到底要告行政单位还是要告立法单位。像这样子的事情，难道都不用负责任吗？那你们把现在所有的责任罢免吴思瑶，罢免吴沛忆不成，然后全部推给一个想要选举的赖以任。像这样子的事情，难道都不用负责任吗？那你们把现在所有的责任罢免吴思瑶，罢免吴沛忆不成，然后全部推给一个想要选举的赖以任。当然赖以任大有问题啦，但我觉得全部推给他，也太把你整个党中央的责任往外丢了。好，那如果这样一样，来思刚，那你们看怎么去看你们现在要防线，尤其像台北这局，或是目前看起来空战。
就3不5时会出现一些好，你说像前几天刚讲那个什么低端人口说的那些困扰，或是对最近你一定有听到很多人讲说，你旁边坐着人，当人家讲那些的时候，什么 top 1% 你怎么办？你也不能在旁边直接跟他说不好啊，什么这些，就这些是不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整个未来打仗的一些气势？对，讲个笑话，我最近旁边坐的人都常出事。邱小玉，你不要动，就是刻意把你摆在这里的，我们要试试看。压得住啊！对对，你八字重，你八字重，你刚刚还跟你刚还很开心，还紧第一排了。我不知道我八字重啊，这钱怎么那么难赚啊？是这样啦，就是这个说笑归说笑啦，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这个都会区，特别是台北这边啊，这个战略要从你了。因为之前是攻守并济，那现在可能要是强力防守，强力防守。那这两边霸无的事情，看一路上这么多铺铺颠颠，几乎是没有一天是顺的呢，没有一天顺，每天都有状况啊。那如果说能够走到最后成案，当然是不错，但是我觉得要防守这5个区。你像我自己就去巧心的区，去那个王宏威区，我们都去帮忙，帮忙这个助讲啊等等。你说当然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要变成把所有的市议员的人力，就去开始要调到这五区去防守，包含是空战的、地面战的。那请问一下，我刚讲对于那些空战，好，我们先讲空战这一块，空战产生的负面的一些的效应的词，你觉得对国民党来讲要怎么办？不要讲远的那个什么 top 1% 啊，什么边缘人啊，因为你可以想象出来，就算到3阶，霸团跟民党一定会把这些还是拿出来用。然后包括比较近一点的，最近所谓的低端人口啊，什么什么这些词，国民党怎么办？这机灵一点啊，就是要机灵一点啊。怎么个机灵？他在旁边讲，又不是你们，就大家要点，就说你假设你今天讲一奇怪的话，我在旁边，我要马上阻止你啊！低端人口，我就要马上阻止你啊！就不管你讲什么这个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会被衍生的话。马上想不叫他阻止他了，因为特别是你现在这些，你那一天怎么没有阻止林佩祥？Top 1%，他有先切割，他说我不是，我从来就不是 Top 1。OK， 所以在这部分呢，就是要机灵一点，然后说纵使说。讲了当场有些话会被衍生，我觉得赶快第一时间补啊，就补啊，因为赶快就是说也要让就讲的话，要后面要一点体谅啊，要体谅啊，就是有的时候必须在这地方去补这话的时候，就大家要机灵一点，不要让这种不要让这种小闪失变成一个大裂缝。意思我就直接讲，像远的先不说，如果讲近的话，像譬如低端人口说，像类似这些，会在未来会发酵到很大吗？当然会很你说是现在已经延烧，重点是会不断有人去制造话题，这个就是国民党的能量嘛。我都说这一次公民霸团啊，如果有组织表的话，总召叫做傅昆萁啊，主席叫朱立伦啊，那文宣部主任叫做徐小新跟王宏威啊，不是吗？都是他们在创造话题。你有看到霸团创造什么话题吗？没有霸团都是一步一脚印的在街上举牌啊，或者是一个一个去拜票啊。现在他们其实也在启动嘛，大部分都是陆战啊，所谓的巷战，甚至入户入心嘛，去要求所谓一人拉一票，我们可以把所谓的联署书里面的130%变成最后开票出来可以过25%的门槛嘛，这个是霸团的目标。霸团很少在打议题战啊，议题战都谁开启的？都是国民党开启的，即使国民党没开启，黄国昌、民众党会帮你开启啊，我都说。光是公投绑罢免这件事情，本来朱立伦想得很美妙反独裁、反废死后这2个一弄下去，我们的票就一定开得出来。结果这2个案都没过啊，结果呢？核三研议刚好死新北，死台北，死桃园，因为核4或者是核电的所谓的逃命圈30公里，核1、核2、核4都在新北市。如果核3要研议，那核1、核2要不要研议？核4要不要重启？这些都变成是问题嘛？那所有的核废料问题，你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这些立委要不要表态？全部要表态嘛？全部要表态的情况下，难道他们跟徐小新一样勇敢吗？说核废料放我家 OK 吗？当然不是嘛。所以核3研议这个议题，对于北部的这些立委的罢免案都非常不利嘛。但是黄国昌为什么要提？黄国昌要提就算了，
国民党为什么要支持？这些变成是国民党在整个战略上面对第3阶段投票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嘛。我说什么叫溃败？溃败一开始不要忘记了，1阶段的时候国民党怎么评估的？叶元之防线啊，我们只要把叶元之救起来啊，全部都会过关啊。最近又有8仙过海，我们只要把8个人救起来啊！这8个人包含王宏威、徐小新、叶元之、涂全基、牛许庭、罗廷伟、黄建斌跟郑正乾，8仙过海啊！只要这8个人我们过关，我们就不会倒了。国民党评估都非常乐观啊，但是为什么从叶元之防线变成8仙防线，变8个人的防线？那3阶段如果投票完变什么防线？变朱立伦防线。你罢掉一个朱立伦就得下台了吧？不要说现在。3阶段投完有朱立伦防线，现在就有人要罢免朱立伦，不是吗？426不是喊得很大声说要罢免赖清德吗？结果没有人在谈罢免赖清德，全部在谈朱立伦要不要下台的问题。3阶段投票出来，朱立伦防线就出来了嘛。那如果4阶段补选完，国会绿营超过1半，那变成什么防线？变韩国瑜防线吗？变成卢秀燕防线吗？所以国民党不断的往后退的结果。代表的公民团体这次大罢免的热潮不断的提高，而这些火都是谁点着的？都是国民党自己在点燃的。那杨明，可是你说像叶元之，他就觉得他很冤枉。他昨天在节目里面讲，我也没有同意那些字啊，我也没有同意那些内容啊，只是那些内容出来，当然你说坐在旁边，那就一定会被延上成这个样子。可是对国民党整体来看的话，我刚刚就讲，这是空战的部分，对国民党来说，似乎从前面到现在都没有占到什么样的一些的便宜啊。就罢免不就是仇恨值的问题？可是有很多仇恨值的累积，如果是这样累积出来，那不是很冤枉？其实，我觉得我观察到是这样啦，就是蓝军的在这个所谓的罢团的仇恨动员之后，罢免当然是仇恨的，就是说让你的仇恨值提高。对，那当你的仇恨值提高之后呢，你的支持者讨厌罢团的愤怒值也提高。OK， 于是呢，就很容易呢，你在这个同温层里面。你的口不择言的现象就会发生，或者说你甚至认为我为了让我的支持者开心，我要讲羞辱罢团，甚至是这种言论会变成是一种常态。已经这个我认为在蓝军，尤其深蓝的同温层里面，每天他们除了过去是羞辱这个所谓的非他这个非同党的这个政治人物以外，他现在会针对比如说罢团谁怎么样，我觉得都会，那个叫情绪啊。但是你们身为政治人物，不能让这种情绪变成影响你的言行，甚至跟你合作的媒体啊或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得要思考一下，就是说是不是应该要应该说提醒一下是不是不要那个柴火不要往自己身上送因为我确实我必须讲，他们不认为这样是错的，他们认为这样子同温层才会出来投票，因为他们现在要的就是同温层够恨、够讨厌绿、够讨厌罢团，他们才会出来投这张票。可是这个同样会吓跑一群所谓的本来是浅蓝或者是白色的力量，他们可能会觉得蓝军水准怎么那么低？我去投你这张不同意票，对我来说我就没有那么强的动力。所以我说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那个他们在算计啦。深蓝的票动能，其实我认为说他们现在已经慢慢有提升，是没有错。可是，在这些失言的这些风波里面，当然他们会讲说这个叫有些是什么断章取义啊，或怎么样，他们可能不认为他们失言，但我觉得这个就让社会公平。可是现在这个氛围里面，我觉得蓝军需要的是，刚刚这个思刚讲的是说，蒋万安做这种说地区的总督导啊，他现在需要是一个中央的总司令啦。其实今天我就对思刚我觉得很抱屈啊。朱立伦都帮柯文哲严压写了一篇文章了。张思刚这么优秀的党内同志，难道不值得写一篇吗？今日他无保请回啊，不是一样啊？不是，因为他为了这次打这一仗，然后这样的话，应该要被他的奖状功在党国，因为他是被告对啊，他已经是被告啊，所以我说，难道不是今日张思刚，明日就是我们国民党内的任何人？我说朱立伦主席应该要用这个态度嘛，你不能说你只声援柯文哲，你自己党内的同志，当你面临这样的事情，包括黄旅锦如，包括这些所谓的这个台南市长部的时候，当时也是一样啊。朱立伦主席无声无息啊，后来到黄旅的时候，他才升级嘛。所以我说，这整个对国民党来讲，空战的这个步调、陆战的节奏有没有一个总指挥？这不是地方首长的问题。所以我说，最近包括像朱主席把那个什么党主席这些议题抛出来，我都觉得傻眼。我想说，哇。
贵党现在是那个暴发户就太多议题可以打，是不是？是啊，就觉得大罢免不够火，这个柴火不够旺，可以拿别的议题来一起来这个一起讨论。我是觉得国民党应该要思考一下，因为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了，因为有时候我们访问一些这个蓝军的朋友，他私下是会讲说，我就说你们党中央到底给我们什么资源？他就说。没有啊，我们都靠自己就这样，就这样。我说这句话就说明了一切那我是觉得朱主席不要一天到晚想着交棒啦，你先把现在手上的责任扛起来啦。那个不是张世刚要扛，是你要扛。对，因为如果要是罢免到最后的结果很不如意的话，那恐怕也不是9月交不交棒的那些问题，而且走的漂不漂亮，恐怕都会在大家的考虑。可是好，小玉刚讲到这是空战的部分，现在还是。像翁小玲，对，不管有人要请他出机票出国啦，或者什么这些，可是他没有因此停下一点点呢。像这2天不是一样，就是讲说，如果要是什么总预算违宪的话，那我就动你更多的一些删你更多的一些的预算，或是不是国民党籍的，因为国民党是52席，然后有2席是党友嘛，包括高金。OK， 那高金当然也是在立法院里面也有针对预算的一些，但是所有这些讲的内容全部都算在国民党的头上。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对他们来讲的话，对国民党人来讲，对刚刚讲说，那可以自己能够管得了的人，像朱立伦可以说，什么不分区有些人大家少讲一点话或者什么，但是有的你管不了的，你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啊？现在也没无法怎么办啦。翁小玲跟高金他们都是就是说没有在这，就是都没有危险因为也罢不掉对。翁小玲跟高金他们都是就是说没有在这，就是都没有危险因为也罢不掉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但是我也必须坦诚是说，国民党有一些深蓝的就觉得说，对，就是你党内就还是要有像高金或是像翁小玲这种敢讲的，就是那种鹰派，他们对他们来讲是鹰派的人出来讲，只是说你鹰派的这个部分，他讲的就是荒腔走板。刚刚这个武哥所讲的是翁小玲在质询那个龚明鑫嘛，行政院秘书长的时候嘛，他在跟龚明鑫在挥说，我们现在在删你的这个中央政府的总预算，那跟你这个一般预算有什么关系？那龚明鑫就说，其实你这个一般的这个补助也是在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嘛。那光是这一句话，那当然很多人就会认为说，那天哪，你翁小玲连这个预算你都搞不清楚这个事情，那结果翁小玲还继续在加码，就是说，如果到时候什么大法官释宪，他要讲的部分我理解啦，他要质疑的是说，到时候大法官释宪，如果说是部分违宪，那你这个要怎么解决？可是我觉得讲到这边就好了。很多人都觉得说，有的事情讲到这里就够了，可是偏偏不是，他又在加码，就说如果整个预算退回来可以重审的话，他要删更多。对，他每一次的问题都出来。上一次讲到那个宪兵什么什么没有东西吃的那件事，他前面是在讲说我们没有删你们这个包括什么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只是后面加了一个，对啊，如果就算没有东西吃，那就买麦当劳啊，或者所以问题，但是他每次的重点讲完，大家的重点都摆在后面，对，就这次也是啊，就多了嘛，所以好了，这个黄建平就觉得说，现在可不可以赶快就还要出机票吗？没有，黄建平的意思是说，是不是还有就有立委嘛？上次讲过了，有立委就直接加码说，要不要直接商务舱直接送他出去了啦，就赶快。那高金又是不同的问题啦，因为高金他本来的这个，他之前就讲过嘛。他想什么？我们习近平他的立论也是跟翁小玲有点如出一辙啊，就是喜欢以大中国自居，比如讲说自己是中国人或是什么的我们习近平他很喜欢讲这个。那这一次偏偏他也是对上了龚明鑫，他在龚明鑫我记得他是在讲说如果这个台美合作不只是可以让美国 great again 那也可以让台湾更壮大。但是高金就一直抓着他说，那你为什么台美合作就是要去响应这个川普的说是美国 great again 这个他说是美国强大，那关我们什么事 ？OK， 那坦白讲啦，那你光是这件事情，就会很多人会批评说，那其实坦白讲，现在就是台美合作啊，那你不要让美国 great again， 难道你是要让中国更强大这样的吗？所以高金的，因为我是认为说高金他的形象就跟翁小玲形象就是他们太大中国，就比较偏中国这一块，会让人家觉得是这个祈求。那我最后要讲了就是除了我今天才听这个立委他们在讲一件事就是讲说翁小玲其实他蛮就是在党内的人缘也没那么好比如说他的这几天不是在审那个预算嘛，在这个就是那个委员会在委员会在开会那
他那天呢，那个委员就看到，就是说，哇，那个林义君的助理啊，哇，在破口大骂翁小玲。我想说，哇，他想说，天哪，不是蓝白合吗？怎么会这个搞到这个在破口大骂？原来那个是林义君的停车位，林义君的停车位。那翁小玲因为他已经9点，他已经登记，他要迟到了，所以他的车子就直接开进来。人家的那个林义君的助理是已经就已经站在那里等老板要来，老板。而且是林义君的车位哦，因为立法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车位嘛。那翁小玲开进来，他就直接停在林义君的车位，人家都已经站在这要等老板来嘞，就是他没在管，他就直接开进来。然后后来那个助理就很客气的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委员，这个是林义君的这个我们老板的位置，而且老板马上要来，而且老板已经登记要质询了，马上很快在赶时间。后来翁小玲就下车不管他，就讲说，那你叫你老板去停别的位置啊，然后就直接走。然后那个助理就在后面破口大骂，就说，你太夸张了，这是林义君的位置那你不去停你的位置，你还说叫林义君去停别的位置。总而言之，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立法院就会觉得说翁小玲就是比较自我中心，他也没在管别人。小玉，那我问你，我们刚刚讲的是空战、陆战、花莲这一战，你评估最后，因为傅昆萁看起来最近卯足了全劲儿，对，你觉得这一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当然，如果说你现阶段他的那个分数这么高的话，当然我觉得以傅昆萁是会这么紧张啦。我就说大罢免，他最近做了什么让大家都觉得他很紧张？大罢免不是治百病吗？现在大罢免看到神机嘛，就今天除了他去游览车送车之外，他今天竟然去市场扫街。傅昆萁去市场扫街，这你会看到蒋万安哪一天出现在市场，大家也不要太讶异的那个概念。这个。市场要很多，就要很早起床但是今天那个当地我知道呢，那个有人跟我回报记者回报就是说，他去扫街的那个，他扫2个吧，一个是美伦市场，一个是综合市场。后来综合市场没去了，看起来是因为美伦市场他的工作人员比市场的人还要多啦。对，还有就是说他在美伦市场已经被呛了。他在美伦市场他在握手的时候突然就有人呛他说什么我来买一个菜啊，没想到买一个菜还要被迫握手，等于说。对他又被呛，所以我觉得最近傅昆萁他觉得比较烦的是说他不管做什么都有人在录音，然后那个录音档就释出来，对他有负面。像他上次不是去送车那件事情吗？他刚讲完他的政绩，那个录音档马上就有出来，那个旁边就有阿北在讲说，你那个说什么拿161那么多结果那个钱开到哪里去了？就有人在抱怨，所以就是说他讨厌人家呛他，因为以前对他来讲不可能有人呛他嘛，那现在没想到走到哪就有人呛到哪，这个是他比较这个始料未及的啦，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看到他最近在扫市场，可是他会看到有人在拍，拿起来拍，或是有人干嘛，他会比较谨慎。那所以你以他这种开始陆战开始的动作，我觉得他确实是有紧张。因为陆战大家传统上来讲，国民党陆战组织战当然是比较强，可是能不能在这一次大罢免能够真的强化吹出了票？但是陆战再怎么打，一战你们花莲要独立当然没有。我说你们花莲，因为你是户籍在花莲嘛。一年光花莲要中央的补助款就好几千亿好几百亿，好几百亿的这个预算，你必须300多亿，这个预算必须中央来拨补嘛。你独立之后这些钱怎么办？所以连徐正伟都在喊说，你不能砍我25%。但是徐正伟，我跟你讲那个要先找你老公去跪算盘。傅昆萁去砍了预算了之后，中央行政院才砍了地方的补助款嘛。这个是相对的，所以你要先怪你傅昆萁讲到所谓的组织战，傅昆萁我前几天才说他送游览车不稀奇哪一天他站路口扫市场，甚至追垃圾车都不用稀奇。他现在是新科议员跑去扫市场画面就在这里但是阵仗还是不一样，花莲人、花莲王还是要王者的风范嘛。现场那个思刚选过举嘛顶多了4-5个人陪你去扫市场不了不起了，50个人不要对50个人50个人有人报给我了重点来了重点来，为什么有人报给我有50个人？为什么现在傅昆萁走到哪里都有任何的所有的资讯都会被爆开？刚才讲到游淑珍嘛，不止送游览车有被讲话嘛，那个村长也是村长说台湾独立也是有人录音村长的这个游淑珍是吉安乡乡长，他们一定是一个内部调咖的座谈嘛，所以村长才那边讲说台湾那个花莲要独立嘛，黑龙也调咖连也调咖都有人爆料给民团再转给我了。为什么？组织开始在崩解嘛。我虽然在现场，我不好意思发飙，
但是我至少可以报给张一善来现场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讲，现在傅昆萁在做什么。傅昆萁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哦，他在游览车被录音的时候，其实他很生气、很火大哦，甚至怪到游淑珍身上去哦。所以游淑珍的这个2个场子的调啊咖。游淑珍为什么这么认真来？游淑珍是傅昆萁的指定接班人，未来要选县长。现在也有传说啊，因为傅昆萁被签169%嘛，现在国民党的名单竟然没有傅昆萁，很危险。排名第4好不好？排名第4应该是相当危险，竟然没有傅昆萁，傅昆萁危不危险？据花莲地方讲，游淑珍都已经开始在准备，假设不幸被罢免，有可能是由游淑珍来递补啊。这是国民党内部在规划里面，毕竟你要面对到第4阶段，所以游淑珍现在为什么那么努力的在帮傅昆萁跑第3阶段？是不是他也有可能在第4阶段里面浮出台面嘛？这些都是里面花莲地方派系里面的松动。而游淑珍如果现在不断的帮傅昆萁，我问你，花莲魏家会不会有意见？你吉安乡乡长也要选所谓的县长啊，他的看板都已经弄到富里、玉里去了。那花莲市的魏家他也要选县长的，他会不会也觉得说，你傅昆萁跟游淑珍绑这么紧，那我花莲的魏家，我的调啊咖为什么要支持你傅昆萁？所以他变成说，整个花莲的组织盘，因为傅昆萁长期以来把国民党人不断的往外推，现在很多无党籍其实都是过去国民党的这些人，到底拉不回来都是问题嘛。包含张俊，虽然傅昆萁在打陆战了，那你公民团体要不要打陆战？当然要。他们14号已经准备3阶的启动，而由谁来召集这些公民团体一起来开会讨论如何去打这个陆战？就是由张俊议长跟公民团体一起在开会，如何去启动14号的陆战？这表示民进党公民团体加上花莲的无党籍也准备在打第3阶段的战争嘛。而这2股的势力，包含花莲的无党籍，花莲没有蓝绿问题啦，花莲只有支持傅昆萁跟反对傅昆萁，而看起来傅昆萁的联署书在短时间里面可以达到168%，表示花莲的反傅势力都已经觉醒，而且不再害怕傅昆萁在花莲的长期执政，因为他们现在都敢站出来讲，包含在菜市场里面直接跟你讲，傅昆萁，我买个菜还要碰到你，我不想要碰到你。原本都只有台北市徐小新才会碰到这种事，没想到花莲王傅昆萁现在也碰到这种事了。但伟航，你说陆战就算再怎么强，可是有很多分际的拿捏，譬如说选务跟行政工作、民政所有这些跟政党之间，这一定是切开的。对，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这一波下来的话，当然伤重的地方包括基隆出现民政的问题，然后你说那接下来再往下打，那南投呢？南投这次也出现，当然到现在为止是有人提告。但是南投地检是讲出分案，可是还不知道状况是怎么样。可是从那个包括踢掉了多少份，然后出来讲说是为什么核对，然后核对的方式，甚或在讲是不是真的会扯到了民政单位。然后现在绿营是直接要南投县长许淑华出来讲。对，这个为什么会讲到南投县的许淑华出来讲呢？因为南投县选委会，当然现在选委会的主委不是县长，他们是像台东现在来辞。可是许淑华在今年好像看他们调资料，2月到4月间是选委会的OK， 对，主委，然后4月底的时候辞掉，那大概就是因为判断2阶段这个应该不妙了所以他就把它辞掉。好，那当然啦，这证明许淑华对于选委会至少在相当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实质影响力嘛，所以现在南投发生了，从昨天以来这个争议大家不断的堆叠，越发越夸张，因为今天新出来的是民间乡长，大家看到有一个画面是他在罚写自己的姓名了就是他一直讲不好意思我写字不太好看，然后他也授权罢团公开他亲签的联署书。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因为他的联署书被打下来了，说这个难以辨识或者是写错自己的名字。好，他叫做陈汉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联署过的人都知道了他会有姓名栏。然后呢，这边会有签名栏，对，一般会有2栏。那我们再去联署的时候因为它格子实际上很小所以像我是拿我的身份证请志工这个非常有经验，由他们代为填写姓名栏身份证字号啦、出生日期巴拉巴拉的，
最后面签名栏我再亲签这样子，所以的确可能出现先前罢团质疑，就是说是不是签名签得太潦草而被打下来。但随着民间乡长要强调，这是乡长，你南投的民政的处的人员、户政人员在审的时候。你理论上看到说有一个民间的人，然后跟乡长名字一样，你应该也会想说，这应该8成是乡长吧？民间也没多少人嘛，应该是乡长吧？同名同姓的不多嘛，你应该不至于就这样就直接判定，因为他判定这个是无效，他2个人一起判定，抽出来之后，另外还有一个主事者再判定，这么多关都过了，然后你判定这一份无效，这是乡长而且很明显，乡长这一份他完全自己填的，字迹都是一样，从姓名栏开始到这个出生日期到地址到他的签名都很明显同一人成就完成的，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他到底哪里不明？你可以说他的字没有那么漂亮哦，但是他到底哪里让你无法辨识这是陈汉立签的？哦，这个真的逻辑问题就是，其实他没有说1700多份被打下来，有1212份是因为姓名不明。可是依照这样的格局，大家有看到这一份，你会知道比较容易签错的一定是地址吧？地址这种写的字那么多的，是不是比较容易出包？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出包的部分啊。但是你说绝大多数都是姓名出包，这谁信？地址这种写的字那么多的，是不是比较容易出包？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出包的部分啊。但是你说绝大多数都是姓名出包，这谁信？现在大家要去检视的就是你南投的判定过程到底是什么，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子的过程，那是不是跟全国标准一致？第一第二，南投也有罢免民进党议员的罢免案哦，那些份数的认定标准是否一致？这是第二个要去确认的嘛。其实真的要吵下去，可以吵得很多，但现在因为这个情形真的太夸张，大家都开始去怀疑，你这个县应该是没救了哈。他现在就是要求第一个地检署要分案调查，地检署说有分案的啦哈，然后中选会要下来去针对这1000多份去进行认定。但我就讲的比较现实一点，原来南投会是大罢免的核心吗？绝对不是啊，根本没人理他，大家也觉得那边应该罢不过。可是现在这个议题一吵下去，柴火是不是就出来？又回到我前面讲嘛，添柴火的人到底是谁？现在有柴火的，就是透过这一种哩哩扣扣陆续审查出来。我讲不只是南投，因为他是最先送的，所以最先出来。现在其他地区审出来，陆陆续续都会有一些份数不对的。如果份数不对劲的数字超乎原来罢团预期太多的话，后面会不会有争议？这些争议又来回到什么？不就要回到我刚才讲吗？县市首长每个阶段你给我出来负责，你又把我删掉，你是不是要护航你的立法委员？这种问题怎么解？我觉得才是接下来1个月最关键的部分。来，四哥，其实陆战本来应该是国民党，就是主持战，国民党应该是拿手，但牵扯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会不会对国民党来讲的话，要非常谨慎看待这样的事？是啊，真的要非常谨慎，特别是我觉得现在，比如说在宣传的这种不管是网络也好，或者其他的各个媒体也好，其实在宣传的力道，国民党往往比不上，比不上，因为广度啊，接受的这个这个民众的层面广度深度看起来都不够，所以一个议题很容易就被炸开。那你被炸开之后，你很难赌啊，就是你变成有理讲不清啊。比如说像这些林林总总，比如说签字啊这些等等问题，我相信在一阶的时候，罢姚的团体或是罢这个吴佩益的团体，可能也有被挑出来的，但比较真的不会去做这些文章等等啊。那所以我觉得这种制造话题的能力，我觉得是国民党这个要去思考一下的。为什么制造话题的能力，我们就比较没有那个效果，比较那么效果。再来第二个。还是要这个部分还是要回到陆战呐。我想在很多地方一定免不了，就是你去这个扫市场的时候，不管是别人什么样，不管是人家派来也好，或是故意跟你冲康也罢，就被呛，被呛就会做一个影片，就会在网络上散布，那个就会变成伤，然后再加上节目的讨论，
本来是件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事情，那事实上就被扩大。就像我们去做联署，那也有人会去跟我们表达不同意见啊，我们不同意见，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就是面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后面的这个消毒机制、灭火机制，我觉得整个的速度要快一点，而且要结合，要一个立体战啊。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立体战，广度很不够，广度很不够，虽然变成说有理就没有办法一个媒介帮你讲得很清楚。不过现在看起来，如果要思刚都会讲面临到这样。说不定你觉得国民党的问题是出在这一块嘛？那刚才讲到南投这个地方，基隆因为出现民政单位的一些的问题，花莲出现民政单位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在讲说，照理来说，应该后面不太可能大家再犯这种错，因为我讲，尤其是行政跟政党之间。千万不能把它给搞乱。我在讲，不管你是叫中央单位，你叫地方单位，可是当南投再出现这些的时候，因为也牵涉到南投选委会讲说什么，那时候比对，本来说比对签名，后来跟讲没有，他们是比对姓名啊，所有这些就会让人又把它跟户政或者讲说去滥用行政资源又摆在一起。可是对国民党来讲的话，所以他的地方组织所有这些现在都不知道优势在哪里啊。国民党刚刚讲说国民党的宣传什么深度广度不够，我实在是打一个问号，因为他刚刚讲我真的听不懂，因为我觉得很简单啊，你花莲你明良珍去查水表这件事情你怎么宣传？你基隆你张渊祥介入这个户政系统去查人家有没有储户这件事情你怎么宣传？你南投这一件事情之前是说。这些联署书的名字有1000多份，全部都被剔除掉。为什么剔除？因为签名跟户政系统留存的名字的签法是不一样的。请问你怎么？请问你怎么宣传？因为从陈汉丽的那个签名来看啊，确实他没有潦草，他没有潦草。你唯一能够剔除他的，应该就是第一时间南投市选委会总干事出来讲的，他跟户政系统的留存签名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所以他被剔除。不然你看陈汉丽那签名怎么会不清楚？很清楚啊！陈汉丽还出来讲说啊，我名字写丑了，错了吗？这样子，那对不对？这怎么宣传？我要问的是国民党在这个部分怎么宣传？所以你们在罢免民进党立委的时候，用的都是用伪造、用抄的，所以一堆人全部现在包含黄李锦如都被收押，你们无法宣传。而你们要被罢的，你们要保护你们自己国民党立委的，你们不是。像说，这个县市长出来说罢掉他等于罢掉我，罢掉谁就等于罢掉谁，不是这样宣传的。你们是用你们所执政的县市的行政资源去查水表，去护航你们国民党的立委，这就没有在帮忙他们，这反而就是在增添柴火啊。像南投这一件事情。你知道头一啊，就是罢免马文君的，现在是有3817份不合格，罢团被要求要补1000多份，你知道其中1000份就是因为名字太吵，就陈汉丽那样子的状况，而头二罢免这个油耗的更多那这如果查对出来之后，你不觉得所有的人民会更愤怒吗？你为什么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用行政资源，然后没收我的公民意志的方式？你这而且这增添柴火不是只有在南投，这种增添柴火会全部，因为你要想他现在罢免南委的执政县市，几乎都是在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包含台北、包含新北、包含桃园，这些全部通通都是。那如果南投、基隆、花莲都这么做，那我问你，台北会不会这么做？桃园会不会这么做？你们这样子不是就又被宣传吗？那国民党有在怕吗？完全没有在怕。所以刚刚思刚还另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罢免吴思瑶这一件事，罢免吴思瑶。罢免吴佩益会不会也有同样这样的状况被恶意的除名？那我觉得很简单啊，思刚你是议员，我也是议员，我们在台北市议会就可以好好问蒋万安蒋市长，但你们有问这件事情吗？你们也都没有问啊，那不是很奇怪吗？包含什么这个700份的同意书被认为跟一阶段的提议人完全不一样，你们认为这都是中选会的问题，但是这是谁查对出来的？是台北市选委会查对出来的。台北市选委会在查对同意书的部分，是比照你们第一阶送罢免吴思瑶的那4-5千份里面去比对出来，这些700个人就不在那5000份里面啊。那你们现在又在讲说，都是中选会的错，我觉得这样子太便宜行事。所以蒋万安的，如果说台北市中选会他这样处理的话，我觉得蒋万安的这个市政府
基本上做事就是秉公处理。台北市中选会，他这样处理的话，我觉得蒋万安的这个市政府，基本上做事就是秉公处理，并没有说为了比如说 cover 霸团啊，或是 cover 霸吴，或是霸这个吴佩仪、吴或吴思瑶，他并没有做这种事情。他并没有做这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就是一码归一。所以不，你们又觉得，哎，这你看一下台北市很公平，所以呢，罢免吴思瑶、罢免吴佩仪，不过是谁的责任？是中选会的责任，不是很奇怪吗？地方选委会在查对的东西，然后你怪中选会，这不是很莫名其妙？然后再来，我再讲一下，我先回一下，我想这个东西啊，就是他过不过，就是今天大家看在眼里了，因为我们第二阶段还没送件。那第一阶段，你说吴思瑶面临到这么多波折，就是领衔人不见。那领衔到底是今天碰到什么样的理由？众说纷纭。我相信他已经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以台北市罢双吴这件事情来说，基本上还没有走到第三阶段。OK， 还没有走到第三阶段。只有这个地方也不能说是中选会或是地方台北市选委会做阻拦等等等等。那显然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中选会对于罢蓝的这部分，好像也要求的稍微多一点。罢绿委的部分也是要求多了一点啊。是啊。我不晓得要求不要死亡联署多了一点吗？对不起，我不是讲这个，我也不是讲这个。比如说我们之前会面临到一些格式上的问题，也包含一些，比如说格式上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罢蓝委的也有。第一阶段我也听说，你知道有一个我们很常见面的一个名嘴，他有去签联署，他因为那个格式签了3次，你知道吗？是啊。对啊，所以这不是只有罢免绿委有的问题，罢免蓝委也一样啊。提出来啊，这种很奇怪的格式的部分非常困扰大家。我觉得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在讲，我们大约是在2阶一开始的时候就针对中选会这一件事情提出抗议。对，好，除了这件事情外，我们先跳到，因为对现在来讲，如果情势一路这样往下走的话，不管是2阶到3阶，然后包括投票中间，大概还有大概40到60天左右这样的一些时间。思刚，有媒体上在讨论说，对国民党要翻整个像这样一些局的话，除了自己想办法，不管陆战强、空战强或什么，另外一部分就是，其实国民党不管从立委或什么，是不是有没有认真还在监督政府，或是现在的政府的整体上来看，因为最近大家讲的最多，你昨天去告发的是监委嘛？就是这些事情，如果对吧，这是民党执政之下要非常谨慎的一件事情，因为不是2阶31-0，3阶就是31-0。3阶大家也都知道嘛，能够过个大概10席或几席，也许也都不容易。可是如果像这种事情对你们来说是你们唯一救命的一个方式，就是这边会出问题，也是民党整体在政府执政上要非常小心的一个地方。像这种现在看起来不是一个监委，因为我看这些媒体还有找其他的监委有没有用车监。今天我看到连那个副院长直接说从6月2号开始，然后那个监察院说的委员，如果不是因为什么原因，都不能去用车或什么，现在已经搞到这样子。是啊，而且据我的了解，其实不止我们所揭露的这几个，其实其他还有 ，OK， 其他还有，但是因为实在时间来不及，这个只有有些人就是好这一波呢没有被披露出来。OK， 但我们要凸显的是，你这个监察院长期以来的管理就是出现非常松弛的情况。你这个李俊毅之前叫说没有钱做这个没有钱买卫生纸，没有钱付电费，但是你的公器私用啊，就活脱脱的就是一个样板啊。然后你就说什么油钱自负等等，那你拿出单据来，然后你在这个公家车啊，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首长车或是公用车，你都要填出车单嘛。其实立法院也是如此啊，就今天在某某委员去做什么事情。那好，你去看看，如果是李俊毅，或是去看牙医的，他会写说，我今天在某某监委去帮走户起早，去看牙医吗？不可能。那这个在这个派车单、出车单是怎么填的？是什么内容？我觉得现在这个监察院副院长李鸿源对不起，李鸿钧，他有必要把它查得清楚。如果说职司官吏这个风骨的监察院都出了这个事情，那这个国家还有什么任何监督机制？你就没了。那所以你大家昨天有问我说那监察院要怎么监督对，监察院要怎么监督立法院看他的预算，监督他的预算
有这个预算审查权，就是一种监督的方式啊。OK， 来，舒培，这些是你们在执政之下要特别小心的事。当然是啦，就是说这个公务车做非公务的使用上面，我觉得当然包含吕俊裕，包含这个被指责的这个苏立琼监委，其实都有出来道歉嘛，然后也会修正，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部分上面，其实是应该要更小心的。我觉得是刚刚所有指正的东西，我都觉得是委员应该要去做调整跟这个改正的。不过当然就是说思刚的照片啦，当然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质疑，就是说这么近距离的照片，到底它是一个系统性？我没有说这个内容思刚指责的不对，思刚指责的对，但我要讲的是说，给思刚照片的这个人或者是这个集团，他到底是人还是集团？如果是集团，那我们要觉得说，哇，这是如果是媒体，那我们当然接受公众的检验。但如果他不是媒体，他是来自一个比如说有人讲的，它是一个境外的集团，然后借由这样子的方式提供相关的资料给蓝营的这个民意代表，然后来提供监督的话，这当然也会是让大家担心。所以我觉得思刚应该也要针对这个部分做一下回复。你要把它变成阿共搞的鬼嘛？没有，潜台词就像境外集团，不知道是不是阿共？不过我们怀疑是阿共搞的鬼。那我告诉你，不是阿共，不是阿共，是活生生的台湾人，就这样子。OK。那有的人就看不过去嘛，看不过去也有嘛，那就是活生生的台湾人，中华民国国籍，OK，那杨明，所以现在看从这个监委，你说那狗狗美容的事情，包括前几天教育部次长，然后叶秉成的事情，有人就讲说，其实国民党如果要是真的在这仗里面，你好好监督之下，你是可以有一些，但没有，像叶秉成那个案子，如果我没有记错。是民进党的委员好像说什么？那他怎么可以去泄露那个个资？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样。也就是说，其实对国民党来说，现在除了自立自强以外，还有一件就是，这个政府在现在开始看起来，所有一些相关的事情，千万不能再出一些被抓到把柄了，要不然的话，三阶打完怎么样，还真的不知道。这边我稍微补充一下那个监委我觉得我最有意见的是，因为今天那个李鸿钧他发了一个那个副院长嘛，他说从下礼拜一开始停止就是大家用个人身份去用公务车。自立自强以外，还有一件就是，这个政府在现在开始看起来，所有一些相关的事情，千万不能再出一些被抓到把柄了，要不然的话，三阶打完怎么样，还真的不知道。这边我稍微补充一下那个监委我觉得我最有意见的是，因为今天那个李鸿钧他发了一个那个副院长嘛，他说从下礼拜一开始停止就是大家用个人身份去用公务车，为什么是下礼拜？那今天为什么端午连假就可以？不止端午连假，那今天如果因为端午连假可能就休息了嘛？那今天是大家用好用满吗？从早到晚我就开始先送狗，然后再去游泳，再去健身，然后再去洗牙，然后最后再去接送亲友。但应该是即刻起吧？那个杨明要回应前，小玉从你刚刚那段话就表示你对于这个非常不满。当然不满啊！对，这是御史大夫你可以去纠举、去纠正、去那个别人，结果你弹劾纠举，然后负责官侦。对，以前我们是御史大夫那大家期待你是做这样去做这个榜样，结果没想到你是做这样子的事的最坏的示范，那你怎么还有脸去纠举别人呢？以前我们都说监察院是这个没有牙的老虎现在是看牙还要去做宠物美容的老虎那当然啦，我觉得这一波当然监委这个绝对都是错的，不管是苏立琼、林玉龙，还是监察院的秘书长李俊毅，那听说还有第三个，我说是去理法的，这不是去。我记得监察院内部就有这个美法的，但是呢，他跑去外面也是搭公务车，还没报出来名字。那我是发现你比如说像这个是今年4月8号的弹劾会议，就3个月而已。弹劾的对象叫做陈雅玲，她是前枋寮乡的乡长，她私用公务车，这是被监察院弹劾的理由之一。而我们的林玉龙监委就是出席审查的13票全部成立的其中一位。他监委自己都知道，私用公务车是要被弹劾的。这边还有一个，这是去年的10月，这个是很有名，在经防部他侵占洗衣机的这个案子。可是这个洗衣机的案子里面呢，他有一段呢是他的亲友到金门，他会派军车去接送，然后呢去带他们游玩金门1日游、2日游那种行程的公器私用。一样。林玉龙监委、苏立琼监委
都参与了审查会，而且都是全票通过。所以我说这几个监委，你们在弹劾别人的时候，你们自己做了一样行为，你难道不该辞职吗？下台吗？这我是觉得。像李鸿钧副院长太客气了啦，还说什么还要调查？没有，监察院这个监察院有一个自律规范，你应该移送自律委员会。然后呢，这两个我必须说这两个监委哦，如果真的有一点廉耻心的话，赶快下台。但医生，如果因为这个样，对于包括到第3阶打仗打到最后不如意的话，罢团应该不会原谅像这种事情，因为本来就是你应该行政不管内阁或者刚刚讲说监院这些，就是照你的本分往下做。结果出现这些，如果真的要发生什么影响的话，第一个大概跳脚就是罢团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些监委不管是该调查就调查，那思刚昨天也去告了嘛，也去告很好，该调查就调查，该罚就罚，该弹劾就弹劾。如果责任有到要下台的地步，该下台也应该下台，这是叫标准。态度最重要。第一时间他们干嘛？道歉嘛。那我坦然接受调查嘛，那我赶快改过嘛。我觉得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态度。高端1%的 top 1%， 到现在有没有人道歉？这个朱立伦啊，伪造文书我们谈了多久了？现在国民党内有没有对往生者联署有一个人觉得不对的道歉过？没有。第二个态度是问题，第二个叫双标。国民党从战略上到底你们要罢免还是反罢免？你们就是双标，你们就包牌，就想要通吃嘛。民进党很清楚啊，我们就站在公民团体的后盾，我们就支持他们做罢免的动作，罢免蓝委的动作。你不能同时又要反恶霸，同时又要去罢免绿委，讲不过去，基层也说不过去，基层也不知道怎么接受嘛。一样，思刚，我要劝你，告人的时候不能说相信司法，我去爱林申告，我相信司法，然后被告的时候就说司法不公，司法迫害。今天我没讲这个我知道林涛，我讲的是你们的党中央。对，这个是马上要继续澄清。如果我们希望司法上面去解决这些政治上面不道德的事情的时候，去做调查的时候，每一个人至少都要先相信司法，否则你怎么去同时去告人又要被告，让钟小平去告柯文哲的时候，现在又说啊，我不相信司法，司法是迫害了。那你当初钟小平为什么去提告柯文哲？这些都变成是会让国民党这个骑驴驸马的一个结果，父子骑驴的一个结果嘛。所以国民党最大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战略拟定清楚，而且有一些共同的标准，不管是蓝，不管是绿，不管是罢团，我们都要共同坚守，而我们都要跟罢团学习，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唯一看到真正守法、真正执行这些相关程序的，就是这些吹风下雨都在联署的公民团体。来，思刚最后30秒，对于到了3届以后，整个罢免大罢免这些有什么呼吁？我觉得这国民党就是要完全要战略全部从你了，这要全部从你，要用强力的防守的方式，把每一席的立委都守住嘛。而且就是包括要交叉火网，就是包括立委本人的自媒体也好，或者相关的宣传也好，基本上要把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不要说前稍动，后面还不动。我觉得这常常会犯这样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不够连贯性的，所以很多时候花了很多力气，但打出来的效果没有想象中这么棒。OK， 来这边最后30秒。希望国民党不要再偷人民的个资哦，不管是在联署要罢免绿委的时候去偷抄人民的资料来当联署书，或者是要保护蓝委的时候去检视人民的联署书的时候，都用偷个资然后侵入户政系统的方式哦，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非常不应该。如果不想要再增添柴火，请国民党不要再当个资小偷。OK， 接下来是端午连假。那在端午连假过程当中，对于整个大罢免就要进入3阶过程，那各阵营之间还会有什么一些动作？但不管怎么讲的话，那看起来整个大罢免的风潮未来硬碰硬，在所难免。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